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老虎机先盈利后归零的实录，顺便总结一下大部分人玩老虎机都会犯的错误。感谢李大哥同意我们拍摄视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中第二个 handpay 的过程。连着2次出了3个铜币。哦，这一次李大哥中了 feature。好，一上来就是2个金币，开局相当不错。哦，出了3个绿币。接下来还有没有呢？好，最后一个 spin。又出了一个金币。这一波奖励是相当不错。后来李大哥换到了其他的老虎机，可惜什么都没有中。事先剧透一下，李大哥最终是把2个handpay都输完了。在大家观看这个过程的期间，我将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观察出来的玩老虎机的常见错误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一个赞。第一，和机器置气或嫉妒其他玩家，从而生气并失去节制，输了又输，也就是所谓的上头。玩老虎机需要绝对的理性冷静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电脑，它是不会犯错的。第二，急功近利。沉迷老虎机的人大多是赌徒，赌不过一个以小博大的赌徒思维。这体现在行为上，就表现为在机器刚给完奖励以后，就迫不及待地从小注改到大注，比如从0.6元跳到5元，这正好会让你陷入老虎机的甜头陷阱，最终将所有的盈利都输回给老虎机。第三，过度执着。我们之前提到过，老虎机的 return rate 反水率在80%到98%之间，意味着在放入100块以后，有概率返还80到98块不等，也意味着假如不眠不休地玩，最终会把钱输完。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赢钱的时候觉得有更大的奖励等着他们，梦想靠老虎机发家致富。当输钱时，他们又盲目地相信机器最终会支付。事实上，如果你投入1000元，机器最终只返还你100元，这又有什么用呢？选择在一台老虎机上打持久战，最终会在老虎机的上下浮动下输掉全部的买进资金。第四，迷失在老虎机的花哨奖励中，大脑中了多巴胺的圈套。现在的老虎机设计越来越像电动游戏，有些与电视剧和电影有关，有些非常可爱，有些非常激动人心，有些让你觉得大奖近在眼前。主打娱乐性强，未来可期，同时获得金钱时的满足感会让大脑分泌多巴胺以获得短暂的快乐，这会让人上瘾。
在输钱时，挫败感和经济压力会使情绪波动，使赢钱时的喜悦更加强烈。这也是很多赌徒最后不得不依靠心理医生戒断毒瘾和疏导的原因。第五，在老虎机上投入的钱没有限制。除去第一次去赌场图个新鲜的初次玩家，大部分的长期老虎机玩家不会设立一个止损点，也不会把用于老虎机的钱和日常生活的开销分开。他们通常是带多少就玩多少，输了再去提款机取钱，继续输，一直输到钱输光为止。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自己和家人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。最后，我个人观察到，周六的各大赌场会降低老虎机中奖的概率，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在这一天玩老虎机。欢迎大家和我在评论区讨论你们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个现象。总结一下，要想在老虎机上赢钱，在和电脑算法的博弈中分得一杯羹，首先得摒弃赌徒的思想，做到自律、观察力强、冷静果断。要知道什么时候继续下注，什么时候停下来。其次，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老虎机，因为不同的老虎机有不同的玩法和规则。最后，要有耐心，不贪心。一旦赢了一定的钱，就应该考虑停下来。如果控制不住，最好还是戒掉老虎机。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李大哥破产前的最后一个高光时刻。哎呀，我操！太晚了，中了，大哥终于中了。刚才那88个对呀。哎呦，那个好哎。李大哥依然是选择了 Top Up， 开局非常完美。来2绿的，解决战斗。最后一个 spin， 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呢？很可惜，虽然是中了 feature， 但是回报率非常小。这其实就是机器给我们敲的一个警钟。换机了，太紧了。这怎么得给5万块钱？这700块钱。在李大哥破产之后，我们放入了200块钱，用1 cent 最小注尝试捡漏，但事实上机器依然非常的紧。继续当然。你这个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呀？多年的经验。你多年的经验。就放心弄吧。多了退不了，1个 feature 没问题。
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5个币的调戏以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第2次盖碗。这里不出意外，又是咪咪。在无聊的一顿按以后，我们终于迎来了6个币的 feature。 我说什么来着，夫人？你都按那么多下了，总该中了，好吗？这一波奖励让我们几乎 break even， 机器依然是非常的紧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点赞了吗？订阅了吗？快点，下次再来哦。